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彪哥啊。现在是凌晨的3:50啊。然后彪哥刚起床啊，因为4点钟要出去捕鱼啊，所以现在刚起床，准备往码头那边赶了，然后出去捕鱼啊。好多只渔船都是现在出去的，都是看潮水的。这个时间潮水涨上来啊，然后都是这个时间出去的。现在是5点50分了，5点50分开始放网了，开始放网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10分了，早上的6点10分，太阳刚从海平面升起来，太阳刚从海平面升起来啊。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啊，然后我现在把所有的网都放完了，把所有的网都放完了。现在是早上的8点钟啊，8点钟准备起第一个网了，早上的8点钟。起网了，起网了，要起第一个网，看一下能够起到什么大货，看一下能够起到什么大货啊，能够起到什么好货。看到没有？有一条好大一条赤穗鲶鱼啊，这是赤嘴鲶鱼啊，这条鲶鱼啊，看到没有？好大一条。现在是9点10分了，然后准备起第二个网了，准备起第二个网了啊。起了一条比较大的黑鲷鱼啊。还算比较大啊，放到一个大墨鱼啊，放到一个大墨鱼啊，又有鱼了，又有鱼了，看一下，石斑鱼啊，石斑鱼啊，这是石斑鱼啊，有一条石斑鱼还不错，上大黄鱼了啊，上大黄鱼了，来看一下，上大黄鱼了啊。现在准备起第3个网啊，这是第3个网了啊，能不能起到什么大货啊？大家拭目以待啊！然后也祈祷一下，能起到一些比较好卖的大货啊！我起了一只这么大只的兰花蟹啊，兰花蟹，有这么大只的，起到一个好大的八爪鱼啊，章鱼啊，八爪鱼，好大一个啊！看一下，好大的一个八爪鱼，大章鱼啊！哇，真的好大一个，有好几斤啊！哦，现在第3个网也起完了，第3个网也起完了。现在所有的网都起完了啊，然后现在准备返航了，准备回去了。家收了这么大一头的大黄鱼啊！蓝鱼，这头蓝鱼，我几看蓝最后一个。有一头蓝的就偷，对吧？那这么大一条鱼啊！好，现在回到渔港这边卖鱼了，在这边卖鱼了。正过来。哦，终于成功上岸了，但是12点半了，然后哥哥准备回去了。今天收获一条大鲶鱼啊，有6、7斤啊，然后几条黄瓜鱼啊，还有杂七杂八的鱼啊，加在一起收获也是几千块钱，还不错吧？国庆这几天捕鱼都不错。如果大家想要遶岛旅游，或者想了解更多更全面的遶岛，请大家关注彪哥，彪哥将带你玩转遶岛，谢谢大家。
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表哥。好几天刮风啊，没出海捕鱼啊，家里都没海鲜吃了啊。然后刮风好几天，我们去市场看一下，有没有什么合适的海鲜，买点回来下午吃。现在来到市场这边呢，看一下，在市场这里，然后进去那个卖海鲜的那个地方啊，然后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海鲜买一下，买点海鲜回去吃。今天刮风啊，然后整个市场也没有什么东西卖了。大鱼都是养的，所以买点鱼。一斤1块钱啊，今天就找这么便宜啊，先称个10斤先。去买个20斤生蚝啊，我去做那个高压锅生蚝，试试看。这里一大袋生蚝啊，差不多20多斤，然后差不多30块钱而已啊。然后那个卖生蚝那个老阿姨说她要早点，卖生蚝那个老阿姨说她要早点回去，所以把这都卖给我，然后卖这么便宜，差不多1斤1块钱呢，都没有什么猫腻，你们开出来看一下。敲一下。不懂这个，没撬过这个，所以有点难撬，撬得有点难。让肉质多肥美，好大一个，好大一个，肉质还可以吧？闻一下，很新鲜，闻一下很新鲜。汁水分嘛，后面水还都有，汁水分。这够大，够大，实了太实了。我们再开一个看看，再开一个。不太会开啊，这专业人士。开的肉质丰满，汁水还一直在滴，看到没有？肉质很丰满的，感觉都挺不错。刚才那一个，两个都挺好的，看一下，很肥美，肉质挺好的。大家看一下，是刚刚开的那2个生蚝，看看肉质够肥美吧？汁水丰满，看一下，我觉得挺不错，绝对值。我们生吃一个看看啊，生吃一个看看。哇，挺鲜甜的，挺鲜甜，肉质挺不错的，感觉可以。不过一个1斤才1块钱，吃多10个都无所谓，很甜，不愧是海洋中的牛奶啊，真的不错。刚买这生蚝啊，老板娘说要回去了啊，所以把所有的生蚝都退给我，差不多20几斤啊，然后接近30块钱呢，差不多1斤1块钱吧。然后我以为还有什么猫腻，然后拿回来。一开，哇，还不错，肉质肥美啊，闻一闻也没什么臭味。然后试吃了一个，生吃的一个，很鲜甜，哇，这些生蚝绝对合算，绝对合算。1斤才1块钱，太便宜了，我觉得不错。如果大家想要挠岛旅游，或者想了解更多更全面的挠岛，请大家关注彪哥将带你们玩转挠岛。谢谢大家。
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彪哥啊。然后早上买了20斤这个生蚝啊，然后准备做这个网红的这个高压锅生蚝啊。听说这个方法做出来生蚝原汁原味，挺好吃啊。然后彪哥今天准备试做一下，看是不是那么好吃啊。他就得摆了，我穿这那来。去买个20斤生蚝啊，我去做那个高压锅生蚝，试试看。这一大袋生蚝啊，差不多20多斤，然后差不多30块钱而已啊。然后那个卖生蚝那个老阿姨说她要早点回去，所以把这些都卖给我，然后卖这么便宜。先把这个生蚝刷干净啊，刷一下刷干净，把这个生蚝这个皮给刷干净。对。刷白了就行了，然后要刷一整袋，这么大一袋，看一下工作有多大，我这个生活挺大的。刷了我1个多小时啊，终于把这个刷了1个多小时。对，好累好长，是1个多小时，刷这个20多斤这个生蚝，终于刷完了，有点累啊。现在准备把这个生蚝装到高压锅进去了。一锅都装不下去了，要装个2、3锅差不多。再来一锅，再来一锅啊！估计2锅都装不满。2个锅同时开火下去煮啊，不用煮太久。看一下锅开了，立马把火关掉，然后倒出来2锅热腾腾、火辣辣的生蚝。那2锅刚开啊，然后再倒2锅进去，估计还要再倒2锅。最后2锅了啊！看一下这个生蚝还是挺肥美的，看一下，刚开出来，蘸一下酱油加芥末，直接就可以吃了啊！这里肉就比较肥美，就这么大，然后吃多了也会腻的。好的。吃了1个多小时了，终于快吃完了。终于吃完了，3个人吃20斤这个生蚝，感觉吃不够啊。这个1个多小时吃完，感觉吃不够。害怕这个20斤生蚝1个人吃不下，然后叫人吃，味道是很廉价啊。终于吃完这20斤生蚝啊，3个人吃了接近2个小时啊，还感觉吃不够，味道挺不错的，真的是原汁原味味道也挺鲜美的，我觉得挺好吃。这个方法大家都可以试一下，我觉得挺不错的，大家以后做生蚝可以试一下这个方式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吧。如果大家想要南澳岛旅游，或者想了解更多更全面的南澳岛，请大家关注彪哥，彪哥将带你们玩转南澳岛。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澳岛彪哥。现在是早上的6点钟，准备出海去放渔网了。然后接下来就是大黄鱼多多的时候了，现在出发。天气晴朗啊，大家都纷纷的出海捕鱼，而且这么多的渔船都是准备在近海捕鱼的。
近海资源这么贫瘠，为什么大家都纷纷在近海捕鱼呢？现在已经在路上，然后马上就是前往那些大黄鱼窝的位置。现在出发了。今天的天气不算晴朗，而且只能算是晴朗了半天而已，所以我们也只是能在近海放网而已。而且现在的天气也是越来越冷了。刚才看到日出出来，现在又被一片乌云给盖住了。看来今天估计是没太阳了。开了有1个多小时的船，我们就准备在这个岛屿附近放网。这个岛屿是赤屿啊，石头上站着一个人在那里钓鱼。现在准备把网放下去。今天还特意带了2、3片新网下来放，有一些网太破了，所以就替换掉。然后又另外带了2、3片新网下来，所以今天的网也是比以往多了2、3片。这个网一撒下去，大黄鱼就上来呀！大黄鱼多多。近海这边的鱼货会比较少啊，所以也只能寄希望捕多一些大黄鱼上来，或者捕到一些海红斑，要不然基本上空网了，因为鱼货实在是太少了。近海的资源一直都是这么贫瘠的，没办法。现在船停泊下来了，网全部放下去了。今天网要特意放多一点，因为很久也没出来放网了。然后现在停泊下来休息一下。天气一直阴阴的，像是要下雨了一样，气温也是比较低，非常的冷。吃过午饭之后就要去起网了。饭前先来一泡潮汕功夫茶解解渴，暖暖身子。随着机器启动，然后潮水也就到了，现在准备要过去起网了。期待大黄鱼多多。今天是风也大，浪也大，而且气温也是比较冷。冒着寒冷在海里捕鱼啊，也希望鱼货好一点吧。接下来大黄鱼多多，不仅大黄鱼没看到啊，是连鱼货的影子也是没有看到啊。第一片网空网啊。其实冬天这样的天气就算是晴朗的了，可能也是没有更加晴朗的天气了。第6片渔网才上了这么一条白花鱼，难受啊。这个网也快拉完了，看一下这么多渔网，但是真的是一条鱼货都没上来。今天的渔获真的是前所未有的难啊。然后就又来了一条白花鱼，近海的资源真的是这么说。然后网也就拉完了，整个渔网才上了2条白花鱼，整整1500米有多的渔网啊，只能寄希望再下2个网吧。这样的渔获在家做都好过出来冒着风浪，而且气温也低。渔获这么少，为什么渔民偏偏还是要往近海这边捕鱼呢？就因为有一种鱼。这个网先拉上来，倒是上了一条山崖，还挺大条的。这条山崖也是假大黄鱼啊，山崖不是春子鱼，山崖是另外一种鱼了，也不是黄鳝鱼啊，黄鳝鱼是春子鱼。这是西宫鱼啊，这个网倒还是有几条鱼货的。渔民在近海最想捕的一种鱼，外海是没有的，那就是大黄鱼了，也叫黄花鱼。不知不觉这个网就拉完了，因为没有渔获，拉网的速度也是飞快。第2个网也是拉完了，第2个网什么鱼货都没有啊，有一条山羊，一条豆腐鱼，其他鱼都没有啊，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真的是太难了。2个网上来的鱼货，一只手都能数得清，是不是天气太冷，鱼都跑去躲起来了？这个渔民不好做啊。第3个网刚拉上来，先上了一个网格河豚，而且第3个网是大网啊，鱼货估计会更少了。这才刚收完就上来一条黑鲷，还是大网有鱼上啊，黑鲷一斤也是要40块钱呢。又来一条山崖，由于水压太高啊，鱼肚子都给压出来了。这条山崖没有上一个网那条山崖大网不是应该上大货吗？怎么越上越小啊？哇！终于来大黄鱼了！哇，这条看起来还挺大条的。这种鱼就是渔民在近海捕鱼梦寐以求的黄金鱼啊！这条应该8、9两。又是来了一条山崖，没想到大网上来了，假大黄鱼倒是挺多，真大黄鱼却只来了1条。这么多渔船在近海这边捕鱼，能分几条到你的网里面也算是挺不错了吧？还是等天气好点去外海的好。还是没有大黄鱼啊，而且这个网也快拉完了，看来今天也就那条大黄鱼值点钱而已了，太难了。然后这个网也就拉完了。这个网起完了，这个网也是没什么大收获，
但是还好剩了一条大黄鱼啊，挺大一条的，应该有涨价吧，等回去卖了看一下能卖多少钱吧。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天气实在太冷了，手指都给冻硬了。今天所有的渔获就靠那条大黄鱼值点钱，也希望能涨价卖多一点钱而已吧。太难了啊，终于到达鱼排这边了。回到鱼排这边卖鱼了，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卖多少钱吧。也就那条大黄鱼能值点钱而已啊。别看它小是小啊，有8两出头呢，一斤要400块呢。还有几条西贡鱼、山芽，只能补个油钱吧。鱼货也是卖完了，什么东西都没有啊，鱼也是特别少，估计2只手指都能数得清。就一条大黄鱼值点钱啊，大黄鱼能卖个几百块钱吧，其他鱼加在一起也就卖了，所有的鱼加在一起也就卖了600多块钱，补个油钱吧。也辛苦了一天了，现在准备回去了。好了，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袋表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袋表哥，现在是早上的7点钟。今天是准备出海去放渔网啊，现在已经是下到船上这边了。很多人也是在这个时间点出海捕鱼啊。我们今天准备去外面一点的地方，现在也是差不多马上出发了。外海是去不了啊，所以今天也是准备去境外海交界地方，去上次捕到大黄鱼的地方。前几次在那里捕到了大黄鱼，看一下今天能不能运气好点，也在那里捕一些大黄鱼吧。到达位置啊，现在把网放下去。这边离外海那边也不远，海水的源势已经很接近外海那边了，差不多再开个1个小时的船就到达外海了。但晚上就刮风了，所以去不了外海，只能等下次晴朗了再过去外海吧。网也停泊下来了，网也放完了，现在准备休息一下，就让它漂流一会儿，等一下就要去洗网了。四周只能看到大海啊，看不到什么小岛之类的。上次在这个位置捕到了大黄鱼，看一下今天运气怎么样。今天潮水比较早啊，也就比较早的去起网。现在吃过午饭啊，然后潮水也是刚到了，机器启动一下，然后就过去起网了。现在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。近海这边往往第一个渔网渔获会比较少，看一下今天能不能打破魔咒。看来打破魔咒的可能性还是比较低啊，暂时还是没有渔获上来。渔获不够，石头来凑，先上来一块石头。终于上来渔获了，一条山芽，也就是假大黄鱼。第5片渔网才上了这么一条鱼，这种山芽远远的看真的很像大黄鱼。还是连续的上来了2条啊！要是真大黄有这么大条就好了。连续上了这2条山芽都是挺大条的，没想到这一下子倒是连续了来了一些渔获。这种是山芽，不是春子鱼，也不是黄鳝鱼，跟大黄鱼确实挺像的。这么大的一斤也能卖到70块钱左右呢，而且最近的渔获比较贵。倒是真的没有想到上了这么多条山芽上来，就是一条山芽，真的远远看上去就像是大黄鱼一样，金黄金黄的。没有真大黄鱼就上多几条山芽也是挺不错的。这些山芽真的是又肥又大，这一下子倒是连续来了好多条了，看来第一个网渔获还挺不错，应该有接近10条的这个山芽假大黄鱼上来吧。然后这个网也就拉完了。这个网拉完了，这个网没什么渔获啊，就几条这个假大黄鱼还有一条西贡鱼，什么渔获都没有啊，有点难受。好，现在准备过去下一个网。最近几次捕鱼的收获确实有点难啊，天气又是一直是晴朗半天一天这个样子，所以还是要等它天气再晴朗一点再去外海捕鱼的好。这个网倒是不错啊，刚拉上来就有假大黄鱼上来了，挺肥的这条。哇，这条春子鱼够大条，眼睛都鼓起来了，水压太大了吧？这条应该要1斤多2斤左右了。这种规格的春子鱼比较值钱啊，1斤要达到100多块钱呢。这种是属于大春子鱼。这个位置难道真的只有假大黄鱼吗？什么时候来一些真大黄鱼啊？连续的来。哇，这一条是真的了，真大黄鱼啊！不过这条比较小，应该也就半斤左右吧。鳐鱼来了一条啊，上次在这个位置捕到了挺多的鳐鱼，而且最近的鳐鱼真的是比较多。这种鳐鱼在我们这边卖要1斤40块钱左右呢。
它来了，它来了，真大黄鱼来了啊！哇，这个网的第二条真大黄鱼，这一条比前面那一条大一点。要是真大黄鱼有假大黄鱼这么大这么肥就好了，假大黄鱼就比真大黄鱼大多了。这才刚说完啊，上来了这条真大黄要大一点，还一跳一跳的啊，证明是刚连上没多久，还活着的呢。牛尾鱼一条，真大黄才上了3条啊，假大黄鱼却上了好多条了，而且是连续的上，看来第二个网的收获应该是挺不错。有3条真大黄应该能值不少钱，特别是最后一条比较大。又是一条春子鱼啊，也是这个网的第2条春子鱼。春子鱼要比山芽值钱一点。然后这个网也就拉完了，这个网收获挺不错。这个网也是拉完了，这个网鱼获不多，但是上有2、3条这个大黄鱼、黄瓜鱼，还有几条这个山芽。但是也都不大条啊。现在准备过去下一个网，希望下一个网再接再厉，上多几条这种大黄鱼，要更大一条的更好的。风浪也是开始越来越大了。第2个网能拉到大黄鱼，应该第3个网也会有一些吧。第3个网是大网啊，先上来一条大鳐鱼。大网上来的鱼货都是比较大，等一下上来的大黄鱼应该也会比较大，应该会有吧。没想到这个网放的位置倒是连续的上鳐鱼，其实这种鳐鱼我最喜欢拿来煮粥了。又是鳐鱼啊，连续的上了这么多条鳐鱼，而且还都是一动一动的。没想到这里还能上一条豆腐鱼，而且还挺大条的。哇，这边还上了一条猫鲨，挺大条的一条猫鲨。这种猫鲨一斤也是要卖到100来块钱，价格是挺好卖的。这条应该也是有1斤左右吧。这个网怎么关上这些鳐鱼了？大黄鱼在哪里呀？看来没有啊，网就拉完了。大网的鱼货不多啊。所有的网都拉完了，最后一个网的收获也是没什么鱼啊。然后现在准备回去了。最后一个网也就上了比较多的鳐鱼而已，其他的鱼都是比较少，也没有大黄鱼之类的。而且今天也没有捕到大红斑，路途比较遥远啊，开到一半，太阳也就下到海平面下去了，也是给大家欣赏一下海底的日落吧。看一下总共鱼货，今天也就是这些山芽比较多，应该有10几条这个山芽，还有一条大春子鱼，这么一大堆山芽啊，大黄鱼也就3条而已。有好几条鳐鱼，一条猫鲨，还有一条豆腐鱼。这种鳐鱼鱼骨软软的，其实挺好吃。等一下也是带一条回去煮粥吃。总共的鱼货也不多啊，就这么一些。天也黑了，也终于把船开到鱼排这边了，准备过去卖一下鱼货吧。也就这2、3条大黄鱼能值点钱而已了，这3条大黄鱼就能值个1000多块钱了。所有的鱼货也就卖了2000多一点了。回到家里面呢，今天总算是捕到了一些大黄鱼，但是这些大黄鱼也不算大，还有几条山芽什么的，鳐鱼也是比较多。然后现在所有的鱼货也卖完了，卖了2000多块钱，不多啊。然后现在也是准备去吃个晚饭去。辛苦了一整天的，有点发困，也有点累。好了，这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啊，现在是早上的4点半，准备去早早的先出海去捕鱼啊。因为船现在刚浮起来，潮水看到，马上船也启动了，就出发了。由于明天早上就刮风啊，所以这次就不能去2天1夜了，只能晚上起完网连夜回来啊。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，每当我不在，请记得我的爱，就在同一天空之下，遥远的灌溉，等待秋去春来，等待下一次花开，在咫尺的未来。网也全部放完了，然
后现在停泊在这个小岛附近休息一下。网的话，差不多4、5点钟再回去起吧，晚点再说。生活就像茫茫海上一只小船，勇敢乘风破浪；而你就像不远前方，默默张开双手的港湾。就算路还漫长，我却有一种预感，我相信这里。5点钟啊，潮水刚到，然后好像所有的船只都要去起网了，然后我们也是准备过去起网了。我把你化成花，未开的一朵花，再把思念一点一滴化成雨落下。每当我不在，请记得我的爱，就在同一天空之下，遥远的灌溉。等待秋去春来，等待下一次花开，就在咫尺的未来。来鱼货了，早早的就来鱼货啊，刚拿上来。这是一条香头，香头的话现在是30块钱一斤，小真鲷比较便宜啊，一斤20几块钱。今天的落日是非常的漂亮，台风前的天气很少遇到这样的落日，真的很漂亮。来了2条蓝剑鱼啊，也叫做烟仔鱼啊，一斤也就几块钱，不值钱啊，肉质有点发柴，不过用盐腌制一下，然后用来香煎倒是挺好吃的。今天倒是上了几块水母上来，小剥皮啊，一直是我们过来外海的目标鱼种，还挺肥的。现在的小剥皮一斤是42块钱，上次卖的是这个价格，还是挺好卖的。上了3条鱼，3个品种啊，有泥猛鱼、英哥鱼，还有小剥皮鱼。泥猛鱼的话，一斤要30块钱了；英哥鱼的话，一斤也是要30块钱左右。夕阳无限好啊，只是近黄昏。黑鲷的话，现在一斤也是要40几块钱，价格还算是挺不错的。今天好像是过来看风景的，不是出海捕鱼的啊。这个网的鱼货还是挺多的，好多条香头一起来。这是香头啊，不是黄鲷啊，嘴是圆的。香头的价格会比黄鲷便宜，香头一斤30块钱左右，黄鲷要50了。这边上的香头倒是还是挺多的，一连的上了好几条，看来是遇到香头鱼情了，拉一下就几条，拉一下就几条的。这绝对是遇到香头鱼群了啊！拉了这么多还有啊，虽然说这些香头不算大，但是也不小了。一下子都上了20几条的这个香头了，数量也是真的多。哇，这条剥皮鱼就真的大，至少要半斤左右，都还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剥皮鱼。也就是说，这条剥皮要20来块钱了，真的大。这个网泥猛鱼也是上了有几条，但是说数量也不多。又是一条黑鲷，这个网的第2条黑鲷。这个网收获是真的多，拉一下就几条，拉一下又几条，就喜欢这样的收获，这样拉网才有满满的成就感。这个网的剥皮鱼也是挺多的啊。这个网的前部分上香头鱼啊，后部分却上成这个剥皮鱼了。旁边有艘渔船也是准备过去起网了。一条观赏鱼，还有一条19公。这边还上了一条芝麻蚌，芝麻蚌一斤的话是100块钱左右，属于那种比较便宜的石斑鱼种吧。但又为什么不是上海红蚌呢？这个网的鱼货也是真的多啊。目前为止，香头有20-30条，小剥皮也差不多20-30条吧，其他的鱼就比较少。这一条是小真鲷啊，不是加鲫鱼。
日落之后的天空还是挺漂亮的，就像是暴风以前的宁静一样。今天捕上来的剥皮都是挺大条的。小真鲷啊，天色也渐黑了，我赶紧去把灯开起来先。也是一条小真鲷，这个网倒是上了几条小真鲷，但是没有加鲫鱼。才刚说没有加鲫鱼啊，他就上一条大条的给你看一下。又来一条啊！哇，这条泥猛鱼是又肥又大，应该要半斤多。还是小真鲷啊，小真鲷的嘴是比较尖的，而加鲫鱼它从头到嘴那边是比较圆的，后面还挂着一条英哥鱼。这些泥猛鱼都是刚上了没多久啊，现在还一跳一跳的。原生剥皮鱼啊，养活着回去卖比较值钱。哇，还上了一条红色老虎鱼，这条看起来倒是挺大的。像这么大的老虎鱼，一斤要达到150块钱。别看它长得丑是丑啊，但是确实挺好卖的。外海这边的鱼种是比较多的，但是就是没有大黄鱼啊，因为水文比较深，所以没有大黄鱼出没。大黄鱼一般都是在近海啊，不会游到外海这边过来的。这条就是加鲫鱼了啊，这个网的第3条加鲫鱼，而且上来这些加鲫鱼都是挺大条的，漂亮的观赏鱼。但是我们这边没人要啊，只能把它放生了。网最后一下子还上了好几条鱼货，这个网也起网了，这个网的鱼货也是挺多的。湖人茫茫一通向的这个鱼货，这个网的鱼货确实是挺多的。第一个网取完了啊，第一个网剥皮跟这个象头比较多，还有一些小真鲷，其他鱼相对比较少也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。这样的收获大概是能值个好几百吧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下一个网。由于鱼货太多啊，下2个网跟卖鱼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。也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脑岛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岛彪哥啊。上一个网的收获算是还可以吧，然后现在还有2个网在海里面，现在准备过去起上来。第2个网起的就是大网了，大网虽然鱼货不多，但是起上来都是大货，希望来几条大红斑。大红斑没有，大海星先上了一个，大海星不值钱啊，我们这边也没人要，直接放回海里吧。来大货了，来大货了，这是一条青干鱼，条青干也不算大吧，大概也就3、4斤吧。可惜的是一斤也就10块钱左右，不是很值钱呐。我去，大网连起上来的河豚都是特别的大，这一个大河豚还鼓成一个球。河豚不会杀它的，我们就尽量不要吃，因为是剧毒啊。我们把它解出来，然后放回海里面去。黄鲫啊，这条黄鲫还是挺大条的，看来这个海域附近的黄鲫应该挺多的。大网起上来黄鲫也是挺大条的，现在的黄鲫一斤要40块钱了。刺臀鱼啊，刺臀鱼卡在轮毂那里了，要把它拉出来，因为它是刺鼓鼓了，直接刺进去了，也是挺大个的，但是我们这边也是没人吃，直接把它放生了吧。大网的鱼货也实在太少了啊，拉了很久的网没有鱼货。这边大剥皮鱼来了2条啊，也是很久没有遇到大剥皮鱼群了，最近捕到的大剥皮数量也不多，现在一斤是30块。这边还拉上来一条不一样的大剥皮鱼啊，平常拉的那些皮是米白色的，这一条却是棕色的啊，还带着一条一条的彩纹，不知道这种大剥皮价格会不会更高呢？回去卖了就知道。哇，还上了一条大真鲷，这条真鲷够大，应该要4、5斤了。这么大的真鲷一斤要达到60来块钱了。大网小货没捕到啊，倒是上了好多条大货，还算是挺不错的吧。就差上它几条大红斑了。这边还上了2条大象头，也算是比较大的，每条都要2斤以上。哇，是真的大。现在这么大的象头一斤应该要达到40块钱左右了，小的象头就比较便宜。网也快拉完了，又上了一条胡椒鲷。这条胡椒鲷看起来应该也要2、3斤，现在的胡椒鲷一斤也要40、50块钱了，算是还挺好卖的。不过不算大，最大的胡椒鲷一条能达到10几斤了。不过是有就好啊，不要嫌弃它。然后这个网拉完了，这个网鱼货不多，但是上来的都是大货。第2个网也取完了，第2个网虽然说收获不多，但是上来的都是大货，上了有象头也有啊，还有真鲷、剥皮什么的都是挺大条的但是说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，
也没有石斑鱼之类的。然后现在准备过去取下一个网了。最后一个网是小网啊，就放在刚刚那附近，看一下能不能取多一点渔获吧。这个网放在海里面的时间是最长的，渔获应该也会是最多的吧。现在就开始把网拉上来，希望接下来渔获多多。第一张小网快拉完了，才上了2条剥皮鱼跟1只石头蟹。黄鲫鱼啊，这张网是放在刚刚那张大网附近，所以应该黄鲫会比较多吧。小香头1条，小香头相对大香头会便宜一点，一斤大概是30块钱左右。英哥鱼啊，现在的英哥鱼一斤也是要达到20多块钱，接近30块。现在的渔获大部分都涨价了。冲车个空气，我去，还补上来一条春子鱼啊！这种是近海的产物啊，外海特别的少，没想到在这边还能捕到一条。这边又上了一条缸鱼啊，不过这条缸鱼没有大网那条大，小很多了。还以为这附近的黄鲫会比较多，但是到目前为止才上了这么2条。黄鲫的价格在这些杂七杂八的鱼中算是比较好卖的了。这个网也是香头比较多，跟第一个网一样，第一个网也是香头比较多，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大红斑的影子啊，希望能上1条吧，要求不高，上1条大的就行。才刚说它黄鲫不多啊，然后它就是连上2条给我看一下，而且这2条都是挺大挺肥的，黄鲫拿来清蒸真的是挺好的。又有啊，而且这条更肥，看起来就是挺大条的那种。一说它没有，它就连续的上。那我说没有大红斑，你怎么不连续的上几条大红斑给我呢？这边也是上了好几条黄鲫鱼上来啊，还有一条大泥猛，这条泥猛也是挺大的啊，应该要7、8两啊。现在的泥猛一斤要30块钱呢。这条看起来像大黄鱼的黄色鱼话，其实是春子鱼啊，不是大黄鱼。这边上了第2条春子鱼，没想到外海还能上2条春子鱼。青衣来了1条，这也是英哥鱼的一种，但是这种比较值钱。倒是黄鲫连续上了好多条上来啊，而且今天晚上上的这些黄鲫都是挺大的，而且是连续的上，一上都是2条3条一起来。这个网的剥皮比较少啊，第一个网比较多。这一下子渔获是连续的上啊，拉一下就几条，拉一下就几条，没有停止过，渔获算是还是挺多的了。今天这个网的黄鲫就真的比较多了，而且每一条黄鲫都是挺大挺肥的，这个网不知道是挂底了还是被其他人的网给压住了，好难起上来。我估计是被别的渔船放的网给压住了，但是不要紧啊，拉多几下把网拉上来就行了。这条真鲷倒是挺活泼的，应该是连上网没多久啊，活泼乱跳。这边还上一条小油蚌啊，它的油蚌一斤要100多啊，价格还是比较好卖的，算是普通的石斑鱼吧。这一下子上了4、5条这个渔获也太多了吧，缠在一个网上面，而且网缠的比较多层，要解它就浪费点时间了。把它放一边吧，然后先把这个网先拉上来，然后等下再解。渔获倒是不要紧啊，慢慢的解就行，因为鱼是刚上来的，而且现在是大网上没有太阳，鱼是不会坏掉的。哦，后面还有好多条啊，根本就是忙不过来解鱼啊，先放着吧，先把这个网拉上来先。
没想到把这个网放在大网附近的效果还是挺好的，拉一下有这么多鱼上来，搞得根本就是忙不过来呀。这附近的黄鲫鱼倒也是挺多，这一下子应该要超过20条了。这个黄鲫鱼上来了，看一下这个鱼货都是卷成一坨一坨的，根本就没时间去捡，这简直就是爆网了啊！这一坨这样子。这一下子海鲜是成群的来，忙坏了啊！而且好多都还没结出来，还放在网上面呢。又是一整坨的，拉一下这么多，拉一下又这么多，今天算是要大爆发了，看来要大丰收了啊！我也去帮忙解鱼了一阵，算是缓解过来了，但是依然有好多鱼货还在网上，还没解出来，不急啊，先把我这个网拉完先。又是好几条在一起，拉一下又要成一坨了。今天的晚上的鱼货真的是太多了，相当的兴奋啊！我好想能再见他一面，我跨过航船也走过。终于来了一条大货，大剥皮鱼。今天捕到的大剥皮也是太少了，没有以前那么多了。这个网的小剥皮鱼倒是有一些，还上了一条小石斑啊，这种石斑就比较便宜啊。黄丁斑来了一条，这条黄丁斑应该要1斤左右，这个规格的黄丁斑1斤要100来块钱。这个网鱼货是真的多，而且有好多镜头我在解鱼没有拍到啊，也是忙不过来。这个网的黄鲫鱼超多，应该要40-50条。这个黄鲫鱼还上了一条这么大的牛尾鱼。鲶鱼也上了2条啊，这种是白鲶鱼，不过还是比较小的。这种鲶鱼1斤大概是40块钱左右吧，比较便宜，不过大了就比较值钱了。这个网也起网了，这个网的鱼货也比较多，而且还有好多鱼货在网上面还没来得及解出来。这个网也起网了，这个网黄鲫比较多，非常的多，就忙不过来解出来，直接先放旁边，然后等差不多回去再解。其他的鱼就比较少啊。现在准备回去了，一个人负责开船，其他人解鱼去。而且明天的风浪就来了，也是赶紧回去卖鱼了。2000 years later， 终于是回到鱼排这边了啊！这开船开了有点久，现在准备把鱼货卖一下，我看一下这次鱼货我们卖了。这一次的小剥皮也是比较多，还有黄鲫鱼、香头鱼。英哥鱼就不多，也就这么几条而已。终于是回到家里面了，也已经是夜里的2点钟了。这是他总共收获啊，总共卖了接近5000块钱，4890啊，差110就5000块钱了，收获还算是不错吧，什么鱼货都有啊。虽然说没有什么特别值钱的鱼货，但是好在鱼货够多，凑起来也就是比较好卖了。也辛苦了一天了，准备洗个澡睡觉了。好了，我是脑打彪哥，喜欢我视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脑打彪哥。天气终于是晴朗有1-2天了，终于可以去外海捕鱼了。而且这一次的捕鱼是由10个网友组成的包网战队，10个网友把我们这一次的联合起来，把我们这一次的网，希望我们这一次收获多多，让网友收获更多的鱼货，大红榜也多多。然后现在准备出发了。终于也是等到天气晴朗，可以出外海了。要不然最近一直在近海这边捕鱼，收获也实在太少了。终于可以出一次外海，收获多一点吧。接下来就是我跟这些
网友粉丝们发财的时刻了，今也是有接近2个月没出外海了，略带一点小兴奋。天气晴朗，这么多渔船都是准备出海捕鱼，但是大部分都是留在近海，出外海的船只还是比较少的。所有的网都放下去了，然后现在船也停泊在小岛附近，先休息一下，吃个午饭。网都会到3点多到4点左右才会过去起网。由于今天风浪太大，也是只有我们自己收渔船出来外海，所以我们都停靠在一起，有个照应。外海这边的水势依然是这么的漂亮。先吃个午饭，喝泡功夫茶。现在是下午的4点钟，潮水到了，然后现在准备过去起网了。接下来就是我跟网友粉丝们的发财时刻到了，祝愿我们渔获多多。现在开始拉今天的第一个渔网，第一个渔网是2000米，分成4个网，也就是每个网500米左右。不过这边拉了有2片网，也是没有渔获上来，连外海的渔获都是这样子，真的是太难了。终于在第3片渔网上了一条这个胡椒鲷，不知道是因为最近的水势太冷还是怎么回事，渔获这么少。按以前过来外海的时候来说，渔获也没这么少啊，少说也是有一些剥皮的吧。这边是来了一条香头，还真没有想到这一次外海的渔获这么少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按道理来说，这么久没过来外海，渔获应该还可以呀，这一次怎么这么差？而且渔网也是后到潮水到了才起网的啊。终于也是来了一条剥皮鱼了，一直是我们在外海的目标鱼种啊。这条剥皮还是挺大挺肥的，现在剥皮也是挺贵的，因为现在的剥皮数量确实比较少，所以现在一斤要达到60几块钱。上一次就卖了60几块钱啊，这一次应该还会涨价，我觉得，因为数量也是越来越少了。而且现在大部分的海鲜也都是涨价了，就这样1号网也是拉完了，渔获真的太少了。现在开始拉的是2号网啊，来看一下2号网的渔获怎么样。刚拉上来就上来一条老虎鱼，看来2号网的运气应该还是可以的。老虎鱼就是挺值钱的了，老虎鱼一斤能卖到150啊，价格是挺好卖的。这条挺大条的啊，应该7两左右吧。相对来说，外海这边的风浪还是比较大的，而且船也是比较摇晃，安全第一吧。这是一条莺歌鱼，每一片网才上1条鱼，这渔获有点少啊。这一次的外海捕鱼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渔获确实太少了。等一下我再把这个网放下去，然后我半夜再拉网，自己拉多一些渔获补给粉丝们。渔获也确实太少了，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吧，鱼都去躲被窝了。那我只能自己半夜里起床拉网，拉多一些鱼获来补给这些粉丝朋友们吧。问题不大，开心才重要。面包会有的，牛奶也会有的。后面也是来了一条剥皮鱼，然后2号网也是拉网了。今天是怎么回事哦？过来外海的渔获还这么少，这是真的是太难了。还以为这么久没过来外海，渔获应该会更多呢。剥皮鱼啊，剥皮鱼。3号网的渔获也是少，这让我情何以堪。不过上来的这些剥皮鱼都是挺大的，看起来都是挺肥，每一条估计都是有4两左右吧。小网的渔获都这么少，那大网更要看运气了。这边是来了一条小真鲷，大真鲷不来，居然来小真鲷。紧接着又来一条海鲤鱼，一起来的啊。估计真的是水势太冷了，现在的南澳岛也是只有几度而已，而且还是天气晴朗的情况下。这个网先上来一条莺歌鱼，
不过这条应该也是小了点，网也是有点过底了，要用点力啦，估计要破掉了。这边是上来了2条鱼啊，一条火顶鱼跟一条香头，也是一起来的。有时候鱼要来的时候是一起来啊，鱼不来的时候又是比较少，可能真的是运气问题吧，也可能真的是水太冷了，好难解释。不过这次真的是鱼货太少了，我会自己去抓一些过来补给大家的。这边是4号网，也是快拉完了，但是鱼货真的也是不多。看到这样的鱼货，我也是挺郁闷的，不开心啊！鱼货真的是少得可怜啊！做渔民真的是不容易啊！看天气吃饭，还好不容易出来一次外海，居然还只是这样的收获。后面还有一个大网跟一个小网要拉，然后我准备把这个网放下去，然后半夜里起来拉网。这一个网拉完了，这一个网鱼货真的是比较少啊，跑到外海了，鱼货还这么少，是不是天气太冷了？是怎么回事？现在过去下一个网了。先把这个网放下去，然后半夜里起来拉网，抓多一些鱼货补给朋友们，问题不大吧？后面2个网的视频下期再分享给大家看，也谢谢大家的观看。我是南澳岛彪哥，记得关注我看后2个网的视频哦。4条大针鲷，连这个筐都装不下了。喝着，我是南澳岛彪哥。上一个网的收获比较差，然后现在是准备过去拉大网，接下来还有2个网在海里面准备拉上来。太阳也是快下到海平面下去了，接下来还有6个号的渔网没拉上来，希望接下来网友的渔获多一点。现在开始拉的是大网，希望接下来能上几条大货，海红帮之类的，来几条大龙虾也不错。毕竟是大网，渔获可能会比较少，但是上来的都会是大货，反正上多一点大货就对了。大红帮的什么赶紧过来！我先上来一条大针鲷，这条针鲷够大啊！这条针鲷应该要达到3斤多4斤，这么大的针鲷拿来吃刺身是一级棒。这种规格的大针鲷1斤也是要达到50-60块钱的，一条都占了大半个筐。大家看一下，还挺不错的吧？大刺唇鱼哥啊，大网连上来的刺唇鱼都是特别的大。又来一条大针鲷，这条跟刚刚那一条差不多大，也是要3斤多4斤。我这样就要恭喜这个粉丝朋友了，直接上来2条大货，超大，能值回个票钱了。2条估计就要占满一筐了。看一下，这2条够大。2条还不够，又来了一条大针鲷。看来这个位置的针鲷还是特别的多，而且这些针鲷都是挺大条的，太棒了啊！4条了，这号网的渔获就不错了，直接来4条大针鲷。这个网友粉丝的收获就挺不错，4条大针鲷，连这个筐都装不下了。然后这个是5号网，也是拉完了，开始拉6号网，希望6号网也再接再厉。先上来一条黄鲫鱼，刚拉网就有渔获，这是一个好的开始。太阳也是即将完全下到海平面下去了，就剩下这么一点太阳在这里，日落还是挺漂亮的。上来了一条针鲷，不过这条针鲷就没有前面那个网那些针鲷大了。这里是上了一条石鲷，石鲷就是属于比较值钱的鱼种了，这种规格的石鲷1斤也是要200来块钱呢。黄鲫啊！没想到大网还能上一条黄鲫，而且这条黄鲫还算是挺大的。来了一条针鲷，这条针鲷就要2斤出头了，虽然比不上前一个网，但是也算是挺不错了。大针鲷了。这条针鲷就够大了。这条针鲷就够大了，应该也是要3斤多，接近4斤了，跟前面那个网有得一拼了。这个网的价值也是挺不错，这个网又有针鲷又有石鲷的，这2种鱼都是吃刺身的好食材啊。然后6号网也是拉完了，3条针鲷，1条黄鲫，1条石鲷。现在开始拉7号网，这是7号网了，7号网了。这种鱼是可以吃的，而且味道还挺不错。然后就是来了一条黄鲫，这个网是大网的最后1号了，希望也像前面2个网那样，能来多一些大货什么的。大红帮没有大针鲷也行。不过这个网怎么回事？后面拉了很久的网没有渔获，后面拉的网都没有渔获了。
看来志浩网是被前面2号网的运气给用完了。捕鱼就是这样子啊，不可能每个网都渔获多多，也不可能每号网都没有渔获。现在开始拉最后的3号网了，这个网也是最后一个网了，总共有3个号的网在这里，8、9、10号网，希望能来几条海红斑跟龙虾吧。小剥皮鱼先来了一条，最近水比较冷，所以小剥皮鱼比较少，价格却是挺好卖。上一次卖小剥皮已经要达到60几块钱了，后面也是拉了很久的网才上了一条泥猛鱼，看来也不是网放越久渔获越多的哦。上网捕鱼主要都是看潮水的问题，渔获不够石头来凑。也是泥猛鱼啊，这号网的渔获也是比较少啊，看来也是要把这个网放下去啊，然后半夜起来拉网，半夜里拉多一些渔获来补给这些渔获比较少的朋友。毕竟大家都是彪哥的粉丝，能让大家渔获少呢，自己辛苦一点也值得。8号网也就拉完了，9号网直接先来一条剥皮鱼。渔获少的我都会自己半夜里起来拉网，补多一些渔获补给大家，最主要的都是大家开心才重要。这边倒是有剥皮鱼，还有连尖鱼。这号网才刚拉上来啊，就有3条渔获了。大泥猛一条啊，挺大挺肥的，看来这个网的渔获应该不少啊，又上了一条泥猛，2条大泥猛了。这个网的泥猛还是挺多条的哦。我来了一条大银鸽，这条银鸽鱼够大条，应该要2斤出头了。这条银鸽鱼，这种规格的银鸽一斤也是要40块。我是夠潮的。志浩网收获也可以，连续来了3条。这也是最后1号网的渔获了，连续的来了好几条渔获，看来10号网的渔获会更多。才刚说它多，又拉不到渔获了，真的是不禁夸啊。这个位置的泥猛比较多，现在的泥猛一斤也是要达到30块钱，还挺好卖的。这个网也是泥猛鱼比较多，而且这些泥猛鱼都是挺大条的，看起来也是挺肥的啊。海红斑了，终于来了一条海红斑，恭喜4号网，终于来了一条值钱的海红斑，这条要7、8两。后面又是来了好多的渔获，10号网就挺不错了，又是有海红斑的，又是其他渔获比较多。这种规格的海红斑一斤也是要300来块钱。1斤半以上的海红斑更贵，要达到500块钱1斤了。不过虽然比较小条啊，但是有就不错了，运气还可以。第10网也是拉完了，今天所有的网都拉完了其实收获也不多除了有几条大真鲷，还有一条海红斑之外，其他的渔获虽然说不多吧。这一次包网的网都拉完了啊，有几个网拉的比较好，其他网都是差了一点意思总体来说收获一般般，还算是比较差吧。除了那条海红斑跟几条大真鲷那些网比较好之外，其他的网都是比较差。不过不要紧的，我会自己拉一些网补一些鱼获给你们，问题也不大然后也谢谢大家的观看了。我是脑袋哥哥。